我希望来到我们活动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衣柜里面挑出一些平常不敢穿出来的衣服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你不需要像平时一样为了迎合大众，为了 fit in，穿一个非常日常的衣服来我们的舞会。你可以在这个场域里面尽情的打扮自己，并且每次有朋友，特别是女孩子来到我们的活动跟我说，这是我很久以来第一次化这么浓的妆，穿这么好看的裙子，就是为了这个活动穿这么好看，我就会觉得非常感动。因为在那个时候我感觉他们是真正的活成了自己开心的样子，而不是考虑我今天要怎样在街上让别人少看自己一眼。我是月亮上的 YC Isabel， 我是一名时间旅行者艺术家。从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是一个老迪士尼电影的迷，大概是从白雪公主、睡美人、幻想曲这种非常经典的迪士尼作品中，给了我一颗向往非常浪漫、非常童话这样子脱离现实生活的这么一颗种子。到了大学的时候，我开始自己演音乐剧，站在舞台上的那些瞬间，让我意识到我非常享受这样脱离现实，并且可以成为另一个理想中自己的感觉。再到了后来，我开始接触摇摆舞以及各种双人舞，这也为我种下了我非常喜欢双人舞这么一颗种子。2023年年底，我开始接触探戈，它是一种双人沟通、倾听的哲学。它并不像是两个人在各自的轴上，没有关系的一起随着一个音乐跳舞，而是说我们对彼此有倾听、有交流、有沟通。我发现舞蹈、时尚、音乐以及种种的一切，它不仅仅是一种表面的美学，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这样的生活方式又让我想到，原来我之前喜欢的一切都是带领我走向我最终理想生活方式的一环。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第一次以个人的形式办了一场 Tango 的舞会，当时反响非常好。我就想，为什么不把它做成一个主体，并且吸引更多对 Tango、对复古文化感兴趣的人来加入我们呢？当时我就想成立一个自己的 Tango 工作室，然后就采用了 Abrazo 拥抱这个为我们的 Tango 工作室的名字，因为我希望用拥抱来治愈每一个人平时内心的孤独，以及人与人之间这种充满陌生的不信任和距离感。Tango 这个舞种有别于其他舞种的一个标志性动作，就是非常紧密的拥抱 close embrace。这个框架在所有舞种里面都非常少见，因为它要求两个人的上半身紧紧地贴在一起。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些网上的批评声以及误解，就是两个人抱得这么亲密，一定会跳得妻离子散的，好像我们抱在一起跳舞就会把各自的家给跳散一样。就是大家往往会把拥抱解读成友情之上的亲密。但实际上，拥抱它可以体现两个人彼此之间最本质的信任。我拥抱了你，我给你一个真诚的拥抱，就是我对你信任的体现。你回应给我一个相等力量的拥抱，就说明你接受了我的信任。这就是两个人能开启一段 Tango 之旅的最开始的起点，就是彼此的信任。日常在教学中，我会觉得很感动。看到一些学员，他为了跳舞，哪怕只是普通的上个课，他们愿意花时间去在头上戴花，在上面插上很漂亮的小首饰。也许这些首饰他并不是为了 Tango 这个舞种而量身定做的，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是我会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今天做出了这么一个举动，是让他自己跳出了平时日常的框架，而是去寻找一种更理想的、更浪漫的把自己放到了生活的舞台上，让自己成为生活的主角。
如果说现在是90%，我平时出门大概是70%，可能头发不会做的这么一丝不苟，但是整体的风格还是会把头发盘起来，并且穿的衣服也不会选择一些非常基础款的衣服，还是会有我自己的statement 在里面。然后我这里想谈一个概念，就是美丽羞耻症。许多人他可能在好不容易花2个小时化了自己的妆和头发之后，出门总感觉浑身别扭不舒服，感觉所有人都在看着我。我非常欣赏那些愿意让自己变得与众不同的人，因为我们需要去珍惜我们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而不是认为我成为更扎眼的那个人会让我感到难受。我认为在这么一个充满着潮流、充满着变化的一个时代，我去坚持100年前的时尚，它的意义在于我坚持了自己的叙事。所以说复古文化、Tango 舞蹈以及所有的这种美学框架、复古美学框架里面的一环，都是希望提醒大家，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庇护所，让大家知道有时候不需要去追随潮流，我们可以回到生活的本质，我们可以慢下来，我们可以去享受简单的与另一个人的拥抱，穿一件100年前出现在杂志上的衣服来参加这么一场活动。